盛世之下，总有暗流涌动。幸有大理寺执掌天下刑狱，分辨黑白。谁料3年前，大理寺卿遇刺身亡，大理寺也自此凋敝，局势更加波诡。眼下，神都竟有妖猫杀人之说，甚嚣尘上。快过境了呀，来玩嘛！让人家好好陪你。来，别累嘛。快让爷抱抱。停了，大人，该过桥了。过呀！大人，这有点奇怪啊。大人，这马也有点不太对劲，要不，咱们还是先回到楼里去。这雾怎么这么怪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快待着去。马上就要夜尽了，今晚是我当差，不就是一团雾吗？过。好，大人。老顾，等我，我还不信这个邪了。老顾，老顾，老顾，大人，你别丢下我！你出来干什么？赶紧回去！刚出炉的包子，老白，来一个，哎，来。谢谢啊，上点吃的，快点吧，快点吧。这大栗子比俺那大还好看。嘿。
小宁，你没事吧？说疼了没？啊，说疼了没？这天儿都快热了，你咋还搁外边玩啊？你叫啥名啊？哎，别摔着了！哎，这人都可真气派，小妞都别俺那儿跑了欢。俺钱了，俺包子了！小妞是个贼！别跑！别跑！大栗子，你搁这弄啥了呀？这啥呀？哦。哎，这好看呀！这啥东西啊？怪有意思的。这是丢这儿了呀？这又是啥呀？这是血？你还怪厉害了。这又是啥意思啊？快了，你还会写字儿啊？可俺不认字儿啊。这啥呀？大栗子，你你还怪厉害了，大栗子，大栗子，大栗子，你。二位客官慢走啊，喝好了再来。慢走慢走啊！天色已晚，小店打烊了，改日啊。老板娘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鸟儿？没看见。在这儿呢。你吃完包子就算了，我完了姐，你这个孩子，我说你手里包子哪来的？你是不是还拿人家钱了？算了，老板娘，妮儿太小了。你往后可绝对不能再偷人东西了，尤其是不能偷钱，知道不？把钱给你拿出来。客官啊，正好我们小店也打烊了，反正也不接待别的客人，我给您上一碗好酒，就当替小丫头赔罪了。不用，不用，真不用。谁呀？小店打烊了不？不接客怎么行？
岂不是怠慢了贵人？这位客官真气派啊！您从哪儿来呀？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走走走，来，坐。我乃波斯王子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以招呼。这位是远道而来的波斯王子，要参加过几日孟春的祭祀大礼。如果怠慢了，你可吃不消啊！哎，欲盖弥彰，你顾左而右言他就好了。这位官人的官话说的可别致。真的吗？这么说，光华八级有希望了。光华八级什么意思？低调。哎，对，这是王室机密，你少打听。哦，王子殿下远途劳顿，我给二位上点好酒。啊，您看，哎，王子这日子还长着呢。哪儿的呀？哎呀，金头发，高鼻梁，你的眼怎么还是黄色了？你没见过外国人吗？神都湖人多的是，你不要大惊小怪。可是俺就是好奇，你这头发是咋长的？哎，还往外有卷来着，好弄了。看看得了啊，别摸了。两位官人，来，好酒来了。外面冷，喝酒暖暖身子。来，快喝吧，喝呀，两位客官。这位客官，哎，外面凉快吧？凉快啊。那您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吧。中。两位客官不碍事，喝吧。啊。哎，老板娘，俺有个事儿跟你说。门口那个草丛里有个衣裳，那是谁的呀？哦，那是奴家的旧衣服，本来要丢的，可能被野猫给捡回来了。啊，但是那个衣裳有血呀，是咋回事啊？这附近野猫特别多，我前2天被野猫追，然后挨挠了2、3下。哦，二位客官喝不碍事。对，暖暖身子啊。那大栗子确实挺通人性的，咋能挠人呀？哎，老板娘，你等会儿啊，俺给你找个东西啊。老板娘，俺出村前就带着这个东西了，说不准哪天都用上了。这只猫挠好使，这个内服，这个外服，在俺村猫挠狗咬是常事，你尽快用啊。小哥，你一看就是好人，就不耽误你赶路了啊。俺走了啊，慢走啊。好。哎，不对，又怎么了？还有件事儿。你说。烟花。什么烟花？门口那个衣裳里不是有个烟花吗？俺一开始不知道那是啥，然后就给放了。老板娘，那俩人怀里带着刀了，俺怕他们是打起来了。神都，这真乱了！你可别瞎走出去！你这小小，我乃大理寺平使阿里巴巴，我乃大理寺司职孙豹，特来抓尔归案。还不束手就擒？大理寺怎么怕了？哼！啊！你帮的那些人呢？你干嘛去？俺不是坏人，俺不是坏人。我知道你不是坏人，你得做证人。这案子破了，见者有份呢。哦。那不是那妮儿吗？什么女儿？
不过是我尹科的小贼罢了。别动！哎，废物！你把刀放下！逞英雄是吧？那我先拿你开刀！放下刀！大栗子，住手！别动！你们两个就是这么办案的？上官少卿，你怎么来了？看看你们什么打扮，哪有在大理寺官差的样子，简直不可理喻。少卿大人，你就别刺激他了，他最受不了你的刺激了。今天确实是大凶之日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门口大理寺通报信号的烟花也是你们放的？还不算太蠢，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。都给我带走！大梨子，猫。陈实，我告诉你，这里是大理寺明晓黑白断刑治狱的地方，你要如实交代，若有虚言，定不饶你。俺交代了，没有虚言，是你一直给那怕。还说没有虚言？你说猫会写字？啊，没虚言呀，俺又不知道是啥字儿，就是看着像。看着像什么？就俺不认字儿，可不就看着像？这可没虚言呀。什么字？俺就记着个大圆毛，好像，好像。回大人，好像是个走字。用你说，哎，照你说，我大理寺传递信号的烟花也是这大梨子这只猫放的啦？哎，大人，你可终于醒来了！荒唐！大人息怒。王七，我正好要拿你试问呢，这两个人又是怎么回事？大人其实哪儿都好，就是太爱拜金堂了，这个月徘徊4狂。还真是。上官少卿是不是爱听相啊？过几日弄着我卖血泡
回大人，自去年6月，我便得报有外乡人在神都神秘失踪，我怀疑是有人隐藏在行市之中，专挑外来人，行采生折割之事，藏匿并拐卖人口，杀人越货，十恶不赦。我接到了一条线报，作案者极有可能是一对雌雄大盗。我为破此案，制定了一个详细而又周密的计划。还得是他。挺能变的。接着说。我根据失踪者失踪前的信息汇总，基本确定了失踪的区域就在那条街巷的某处，所以我决定引蛇出洞。崔贝，你说说看。昨日清晨，明镜堂议事，王七说：“孙宝、阿里巴巴，你们2个为了破案，去当回诱饵吧。”阿里巴巴说：“你怎么不去？”孙宝说：“对啊。”王七说：“我要留下来应付上官少卿刁难。”上官少卿这个人呢，明察秋毫，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。崔贝，我不是说没用的，别急嘛。大人，我的计划是这样的：让孙豹和阿里巴巴扮成有钱的肥羊，引那一对雌雄大盗动手，而我将其一举拿下。你主播是王子？你想得美！我说让你扮成波斯国的王子。孙豹嘛，你可以扮成王子的仆人。仆人，至于崔贝嘛，你可以扮成个小书童。我，你确定吗？10月初8，胡四押重犯途经明镜堂，我正在堂下喜宴，砚台脱手砸到胡四，胡四昏迷3天，重犯被胡四压倒，手臂骨折，至今未愈。这个月初5，阿里巴巴请你我孙豹赴宴醉仙局，我方出大理寺。还真是奇了，都入冬了，忽然下起这么大的雨，又是雨又是雪，一连下了2、3天，护城河的水都暴涨了。我跟阿里巴巴淋成落汤鸡，高烧好几天。王七倒是没事啊。别提这事儿了，一提这事儿我就浑身发冷，是我欠考虑了。崔贝，那你就别去了，你这乌云盖顶带灾的本事，你们很有可能就是个有来无回啊，一不小心就和那些贼人同归于尽了。那阿里巴巴、孙豹，一个王子，一个仆人也够了。我扮成王子，这不是放牛马不相及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吗？反正你有的是钱，置办一身行头，过一把当王子的瘾，有什么不好？马上呢就要孟春祭祀了，指不定有一些外邦的王子啊过来凑热闹。这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，那些人贩子一看到这等肥羊，肯定会忍不住出手的。再说，考核在即，你们就不想立一大功，让咱们明镜堂在上官少卿面前露露脸？还有阿里巴巴，你想想，你穿着一身波斯国王子的衣服。你说什么呢？他怎么不收钱呀？我们波斯人编制入柜，情同手足嘛。老板人好，走吧。干嘛去？走。不是你。钱我都给了，你就放心吧。走吧。这边。手握着2个要犯出现在上官少卿面前，那是何等威风！我愿意。我配合。大人，这计划虽说简单，但还是很成功的。若真是成功，还需要本少卿给你们收拾残局吗？不管怎么说，这嫌犯还是抓到了。王七，不容易啊！头一回，你们明镜堂可算是破了个案子，还想要邀功？想。不行，想。可是在我看来，你们这个案子，要不是这个叫陈氏，
要不是这个趁势和那只猫，恐怕也是破不了的。少顷大人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虽然那只猫帮了我们不少忙，但是能破此案，还是要靠我这个周密而又详细的计划。我对此案尚存疑虑。如果真如陈实所说，他是被无心卷入，那一只猫能做这么多事儿？那大栗子确实不得了，俺也没见过真神的猫。再神也是猫，抓回来了吗？在牢里，在牢里。回大人，在牢里。好，那把他一块押下去吧。好啊，他是好人，他是好人呢。大人，神不是好人。王七，不是大人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一只猫能断案、能写字、能做那么多的事儿，要不是这个陈实胡诌，就是有其他人指使，我怀疑，不，这此间必有不实之处。不是，啥不是啊？俺说的都是实话呀。大人，他们二人可作为人证。对，作证的。你们的话就可信吗？2年了吧，你们明镜堂一个正经案子都没破过，这赶上孟春之时，大理寺官吏考核要裁人了，你们倒是破了个案子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？虽然这2名人犯俱已落网，但也很难算到你们明镜堂头上。我劝你们还是少搞这些旁门左道，把心思花到正经事情上。大理寺不养闲人。不是大人，您这就有点刻意针对了。你说什么？大人明察秋毫。行，那就把他押下去吧。是。走啊！俺不是证人吗？走吧。走啊！什么声音啊？听着这么瘆得慌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不要问我。哎，就是那大栗子。大栗啊！啊！我们先进去吧。栗子，哎，你搁哪儿了？不知道。栗子，栗子，哎，这栗子，栗子，啥栗子？栗子，哎，别怕啊！啥？栗子，啥呢？大栗子。这大栗子咋这么凶啊？他是被人贩药迷了。不怕，大栗子，朋友，啊，过来，咋了呀？我对不住了啊！等案子有了结果，立刻给你放出去。嘉许振作，颠倒黑白呀！他也无法，只能如此。官人，到底为啥关俺呀？朋友，你是不是好人？俺是好人。是好人就对了。只要你是好人呢，关与不关，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啊，大理寺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！孙子，走吧，有道理，关就关吧。孙豹小心啊！那个得罪了啊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猫，它一直这么叫唤怎么办？官爷啊，要不你跟俺俩关一块儿吧，俺给栗子做个伴，中吗？好吧，走。大人，那对雌雄大盗已经都审过了，确有其事。好，既然王七他们所言非虚，就可以结案了。剩下的事你差人去办就好了，也算是一桩功绩。是，属下明白，千万不能让明镜堂那帮小子抢了功劳。那这样的话，明镜堂也是前大理寺卿创办，也曾经辉煌一时。只可惜，前大理寺卿走了之后，走的走，退的退，
群龙无首。如果不是发生那件事，拿下！竟然来了这么一帮蠢的，难登大雅之堂的。对了，他们带回来的那只猫关好了吗？是。我怀疑这猫和另外一桩奇案有关。您是说妖猫杀人案？正是。少卿大人，说实话，近来我听说了不少坊间的传闻，可这妖猫杀人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0日前，子夜，护城河边发现一位浑身颤抖的女子。哎，那边什么人？夜半时分，何故游荡不归啊？有妖怪！有什么？有妖怪！妖猫杀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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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自此，妖猫杀人案就传开了。可是，单凭这女子的一面之词，也没法断定就是妖猫杀人呐。充其量，也就是官员失踪。我还没说完呢。1个时辰之后，在朱雀门。来人了！来人了！守门的卫士在门楼顶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就是在桥上失踪的官员于后。丽萨。功亏一篑，功亏一篑啊！阿里巴巴，你少在这里给我阴阳怪气的啊！谁会想到上官少卿能这么办呢？再说了，少卿关押陈实的时候，我也没见你吭声啊！哎，在上官少卿面前，你是明镜堂的司职，我不过是个平时，你才是此案的负责人。你和上官少卿会话，我要是胡乱插嘴，这于理不可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言嘛。行，爸爸，这会儿把我顶前头了啊！还有你，崔卫，平时你一声不吱，那怎么一张嘴就插我刀子呢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好，我王七这个人大度，和你们生不起这些嫌弃。现在好了，案子的功劳没了不说，还冤枉了一个老实人。不是孙豹呢？他怎么还没回来呢？我跟你说，孙豹这个人，他光有个个子，他没有胆子，遇到事情就知道求神问佛，最指望不上了。哎，今日陈实说那只猫会写字，说不定孙豹又去算命去了。刻舟求剑，南辕北辙，力大如牛，胆小如鼠，这也都是事实。丽萨，咱不能咬人啊！你这是被我迷了，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热案，丽萨，咱俩还一起放烟花呢，你记得不？啊！
要完没事，别怕，李子，别怕。能躲过朱雀门的守卫，还能无声无息地将人吊在城门上。大人，这么说，真是妖猫杀人啊！不论杀人的是什么，只要能破了这桩奇案，给朝廷一个交代，就算是大功一件。但若是破不了，整个大理寺，包括你我在内，都担待不起。所以你记住，一猫一人，你务必要看好，少了一个，唯你是问。是，少卿大人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醒了？那是谁啊？我是大理寺的人，只不过出场有点晚。你之前不能算见我。大理寺？哦，俺想起来了，俺之前不就是给大理寺了吗？他们好像还把俺关起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俺咋会给这儿啊？李子了，哎，大李子了！别喊！你说那只猫啊？啊？那只猫已经被我放跑了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案子我接手了。终于轮到我出场了。你叫陈实？对啊。邱将军，上官少卿。邱将军，近来一切都好吧？来啊，还不快给邱将军看座？是。不用了。今日来找上官少卿也并非是来闲叙的，而是有2件公事要办，办完就走。这第一件，上官少卿，这2名人犯，竟无谓要带走。这少卿大人。邱将军好灵的消息，这2名人犯是我大理寺刚刚拿获的，邱将军凭什么带走？你们以何缘由拿死2人？这2人乃是近来采生折割案的真凶，更是身负多条性命的雌雄大盗。这2人乃是自都缉道死牢中脱狱的犯人，我司带人缉拿已久，一直未得，未曾想为大理寺所获。
都缉道一应刑事罪案皆为金吾卫所辖，邱某还要多谢上官少卿替我们寻回要犯。这第二件事，我是来请问上官少卿的，妖猫杀人案如何？这桩案子尚书大人说得很明白，以10日为限，责成大理寺理清此案。如今10日之期已到，上官少卿，进展如何？邱将军对我大理寺的事倒是记得很清楚。此事我本就有监察之责，职责所在，当然马虎不得。上官少卿，进展如何？疑犯已获。哦，胡四，在。去把王七等人叫来。是。此案由我大理寺明镜堂的几位属下经手，人也是他们抓的，详情由他们说为好。明镜堂。听说几位破获了妖猫杀人案，没想到几位能破得如此一桩大案，还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哎，快问问呢，说咱们一脸蠢相呢。不知道几位破案过程如何，疑犯又是何人，又是怎么破得如此一桩奇案的？这个案，疑犯不是已经关起来了吗？带邱将军去看看。啊，对。大人，多说无益，带路。好。你是。醒了？你是谁啊？我是大理寺的人，只不过出场有点晚。你之前不能算见过我。这是大理寺的腰牌。那个案子已经结了，就没事啊？没事了。哦，那俺走了。走吧。那几位了？啊？谁呀？有个户人，身上挂了可多东西，叮叮当当的，走路都带响。还有个花可多的官爷，还有个不说话的白脸皮儿。你说大理寺那几个人呢？啊，他们还有别的案子要查，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行，大人，此事是否再斟酌一下？过了今天再说。上官少卿，你所说的人犯呢？怎么回事？少卿，人和猫呢？上官少卿，想必你应该很清楚，妖猫杀人案事关重大，只怕少卿你对尚书大人交代不起。告辞。他说的什么案子？什么案子？什么案子？10日前出现了妖猫杀人案，案情扑朔，死者尸体悬挂于朱雀门。再过几日便是孟春，陛下4鼓于明堂，此事体大，百官皆知，必经朱雀门。此案件大凶至极，也伤了朝廷体统。不错，你明白的倒是快。主理庆典的尚书大人将此事交给了大理寺，这其中少不了邱庆之捣鬼。
这案子明明发于神都，却偏偏押给了大理寺，让大理寺来顶头风。不过是欺负我大理寺没有当家人，只有一个少卿罢了。大人，此案重大，既不是我们明镜堂接手的，好像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我们就先告退了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你们采生折割案里不是抓到一只猫吗？那猫凶得很，来历不明，还十分妖异，接着就莫名其妙的越了狱，还是在你们明镜堂人的手里越了狱。大人，不就是一只野猫吗？你怎么知道那只猫不是妖猫？还有那个陈实，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作伪，不是同犯呢？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既然这猫和人都是你们抓的，也是在你们手里丢的，就理应由你们追回。限期3日，若是你们明镜堂的人追不回来，我也没有办法向尚书大人求情。大理寺岂能容忍尔等？胡四，还不快点将海捕文书替他们几个人理好。是，那几位，咱都是同僚一场，就不用客气了。少卿大人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是让我们背锅呢？休得胡说！你们几个有一个算一个，来大理寺的时间都不短了吧？可有什么正经功绩？现在考核在即，我给你们这么好的机会立功，你们若是自己不抓住，可千万别怪我。好了，我要去向尚书大人述职了。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捉妖猫。抓紧吧你们！妖猫案如此凶险之事，总会落到我头上的。如此也好，省得我惦记。不对，那大理寺了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已经被我放跑了。这就放跑了？一只猫而已，关人他做什么呀？不是，那可不是一般的猫呀，它会写字儿，还会放烟花，还会办案抓坏人了，而且它还被狱我灭了，还伤着了。你要是出事了咋办呀？那书房都给放了呀。没想到有人会对一只猫这么上心。不管是猫，还是别的什么事情，到此为止了。此件事了，走吧。等会儿。哪妮儿了？就光那个小妮儿。哎呀，他不是故意了，他是被迫了，才抢人东西了。那个千万别治他的罪啊！按理说，他应该已经被大理寺的人送去了祭祀堂。哦，那他家人了？这就要看有没有人来寻他了。这不属于大理寺应辖的范畴了。哦，那这怪可怜了。哎，要是没人来找他，他以后可咋活呀？等等，啊！你协助大理寺破案有功，我可以帮你个忙。大理寺从不欠人情。官爷，那你答应帮那小妮儿找家人吧。要不我先请你吃个饭吧。哎，走。看看，这院可够荒了呀！这里是大理寺的别院，很早就没有人住了。哦。哎，走这边。哦。官爷，俺是咋过来的呀？俺就去了，俺迷迷糊糊的，那大理寺给俺拖回来了。那只猫不是被人犯下了迷药吗？还咬了你一口。然后迷药就随血入体，所以你看到的都是幻觉。哦，幻觉啊？对，幻觉。妖猫案到了没了？我就想好好破一桩案子，这怎么就窜出一只猫来，还跟妖怪扯上关系，让我们去捉妖？这世上哪有什么妖怪？我们去哪儿捉妖？这上官少卿摆明就是让我们背锅呀！
即可使，物是生非，无可奈何。你奈什么何？你奈何呀？你成天跟崔贝不学好，老转什么文？如果这个案子办不成，要滚蛋一块儿滚蛋，别以为自己跟没事人似的。我一介主簿，每日对着案卷手记笔录，恐怕爱莫能助。我只是一个聘使，何况我是户人，还没有考过官巴，目前没有专征，还不是大理寺的编制呢。我虽然是司职，但主要就是处处外勤，而且大理寺的事情一直都是你主管的，引蛇出洞也是你的计划。好啊！你们几个没良心的，平日里没有一个把我放在眼里，这遇到事儿我成管事儿的。还有，我的计划怎么了？现在说的是一码事儿吗？我说的是妖猫杀人案，跟之前的事儿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这个我知道，白隐必有过。那只猫还是孙豹弄丢的呢？不是，你们不知道那个猫有多吓人，那不能赖我呀。而且那个猫还很不正常，我在想会不会这真有妖怪呀？啊！不是你会什么会？你会不会呀？咱们是在大理寺，大理寺是段刑狱小黑白所在，跟那些牛鬼蛇神有什么关系？这世上就没有妖怪孙豹，没有。还有那个陈实，那明显就是个愣头青啊！他说那只猫用爪子写字儿，那不是胡扯呢吗？那天在店里，那猫可神勇了，我和阿里巴巴亲眼所见。还有那烟花，谁留的？怎么解释？哎，对，烟检卫士。山海经有载，既望之山，有兽其状如狸，以木而三尾，名曰欢，其音如百声，可以御凶。现在我们说的这些都没有用，这妖猫案已经悬在这儿了。如果那个什么四谷大理出现了什么问题，圣上就要降罪于尚书，尚书就要把责任归咎于大理寺，大理寺的责任在于少卿，少卿又把责任给到明镜堂我们几个头上，你们就说这个碑谁来过？你说慢点，我记不下来了。我就是觉得陈实和那只猫帮了我们，它不是妖怪。这说了半天等于没说，那大伙儿就等着散伙吧。散了吧，散。我觉得当此难解之时，死马当成活马医。说起找人，我认识一大师。哎呀，这深度真大呀！深都风物，着实让人怀念。哎，这位官爷，你不是深都来啊？哦，出了一段时间外差，刚回来。哦，你来深都做什么呀？讨营生？哎，不是，俺来找人，找俺哥，俺哥给深都了。你这个人可真有意思。我说欠你一个人情，你不让我去找你哥，反倒是替素昧平生的小女孩找家里人。哎呀，俺真大个人，咋不能想办法了？那妮儿太小了，家里人也不知道搁哪儿了。哎。要是过些年女大18变，到时候恐怕跟家人都认不上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替那小女孩找家里人。真的呀，官爷？君子一言啊！哎，就是这儿了。啊。哎呦，二位客官，来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您二位吃点什么呀？广母饭、椒拌肉、杨花粥。哟，您是常客呀，瞧着有些面生呢。有些日子没来了，所以特意来瞧他。对面24斤馄饨，2碗。嘿，您可真会吃，连对面的买卖都照顾。快点吧，都饿得紧了。好嘞，您稍等啊。你找到你哥以后，打算干嘛呀？俺也不辙了，再说吧。俺就他一个亲人，也好久没见了。嗯。俺哥好几年前就从家离开了，俺爹娘也早就没了。俺从小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俺没想着还能见着他，谁成想，俺就收到他的信了，所以俺才来深都找找看。你会写字啊？可俺不认字啊！你不是不识字吗？哎呀，有人找俺赶紧，你，官爷，你咋知道
俺不认字啊。我猜的。你觉得成都好吗？好啊，咋都不好呀？你比如说，你看这个，哎呀，就是，俺也不知道咋说了，就是好，说有点眼晕，人太多了，也没啥别的活物了。别的活物啊？牛啊、羊呀、猪啊、鸡啊，狗啊、梨子。一提到那梨子，也不知道最近过得好不好。这是那只猫咬的？它不是故意了。你怎么知道呀？俺从小都跟梨子玩，俺知道那梨子绝对不可能随便咬人了。哎呀，那梨子可灵了，这要是能养着该多好啊！你还想养那只猫啊？那大梨子可通人性了，那一看就跟别的猫玩不到一块儿去。那他自己玩的话，那得多孤单呀！所以要有人照顾他，有人陪他玩的话，那就不孤单了呀。对了，关爷，俺还不知道你的大名是？不用跟我这么客气，我叫李炳。炳爷，哎，来了，哎，来，给您端馄饨去。好嘞，谢谢啊。伙计，你们这儿浇拌肉不是一向用的最嫩的里脊肉吗？今天怎么换成五花肉了？不是你们老板做的呀？您的嘴真厉害，我们老板不在，这是我们老板娘的手艺。我们老板今天早上去西市采买，这不还没回来吗？今天早上吗？啊，老板娘说的。哎，王老板不是独身吗？什么时候有老板娘了？去年刚许的仙。您慢用啊。陈实，别吃了，走。哎，客官，您还没会账呢。账倒是不着急，你家老板啊，可能出事了。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你有吃白屎啊你！你小点声。你方才说你们家老板早上去了西市采买，王老板对食材十分注重，即便是每日剩料，也绝不会再用。但刚才的王木饭，口感僵硬，色泽暗淡，一看用的就是隔夜陈饭。你作为一个跑堂的，不会这个都不知道吧？这也就是说明，从昨天打烊之后，老板便不在店中了。那老板娘为什么要说谎呢？老板娘比老板年轻很多，对吧？是，还经常吵架。是，您怎么知道？刚才的盘子上，隐隐有山硫花汁的味道，而山硫花汁是制作上好胭脂的颜料。想必那个人一定是对自己的容貌十分看重，连下厨也用这么重的胭脂，年龄如何，可想而知。至于为什么说经常吵架，王老板对菜品十分严苛。这是你们菜里面发现的，能忍得了吗？还有你呢，作为一个跑堂的，每日定会住在店中，但昨天晚上你一定不在。是啊，老板娘放了我一天假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身上这么重的酒味，说住在店中，老板会让你喝这么多呀？对面24斤馄饨，老板还是那个官夫？是。从今天早上开始，他就一直在那儿清洗店面。是，这又能说明什么呀？我24斤馄饨的味道没有变，但汤的味道变了，多了一样又少了一样。
多的是山流花枝的倾向，少的是道工序，没有用竹叶去逆。竹叶不仅可以去逆，还可以去续性。啊？嗯？不可能吧？可不可能的都去报下官，一查便知了。报官，报官。真的厉害呀！你看到恁多事儿，就仔细观察吧。哦，还有这个。哎呀，你可比那几位强多了。我也没有想到啊，大理寺现在不堪成这样。不过他们几个虽然笨，但至少人不坏。要说笨，哪还有俺笨啊？没有吧？我觉得你挺好的。啊？没什么。哎，对了，斌。俺是不是还得回大理寺啊？你怎么老想着回大理寺啊？因为俺得作证啊，万一刚才真的是杀人，那俺得作证啊。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吗？哎呀，好了吧，这事我来解决，放心啊。我还是奇怪，那不都是大理寺人，那咋还有那伙计去报官啊？我不太方便，我有别的事要办。案子啊？一个很棘手的案子。哦，非常难解，但我一定会查清真相的。啥案子啊？怎么这么多问题？不是要替小女孩找家里人吗？不找了？找。前面就是南市北街，祭祀堂在那儿呢。走了。哎，别，俺突然想起个事儿，很重要。咱俩刚才吃饭，好像没给钱。那现在以后会给的。走了。走。长官啊，我听庆之说，妖猫杀人案嫌犯已有线索了。是。这10日之期已到，何时才能水落石出啊？属下们已经在查了。已经在查了，那何时能有结果？此案难解，不能急于求成。况且，如今已有线索。只需假以10日，不日就是大4，还有几日可假？况且我听说上官少卿所说的属下，实则是一帮连正经案子都没破过的大理寺闲散人等。要说这线索也难堪推敲，上官少卿怕不是已经做好了推诿的打算吧？邱庆之，你不要太咄咄逼人。上官少卿言笑了，本将只是就事论事。妖猫案，照理说，也是金无畏管辖内。你全推给大理寺，自己为什么不管？我当然应该查，不过若是我先查出来了，大理寺又当如何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大理寺不是还少一个少卿吗？妖猫案不能再拖了，几日之后大4，我是主力，总不能让别人看我笑话。你们大理寺能破则破，不能破就再多一个主事的也好。邱将军所管的都缉道，我看就人才辈出，不乏像邱将军这样的青年才俊。多谢尚书大人厚爱。都缉道主管的是刑事罪案，维护神都的长治久安，而大理寺擅长审案断狱，明正律法，本来也有可以相互切磋的地方。
若是大理寺需要都缉道出人协理，那邱某一定义不容辞。你们大理寺也该有点长进了。自从前任大理寺卿身没，你们就一日不如一日，简直是不堪重用。不过他那个案子，可惜了。大理寺卿的小儿子李炳，若是如今还活着，可能会是人才。你说是不是？大人，都是旧事了。行了，就看你们的了，我该歇息了。大人最近身体可好？好多了，顶得住。你们有什么进展就来报我啊。下官告退。上官少卿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捉妖怪的。自有分晓。以后妖魔案一事，由你给尚书大人知会。多谢将军提携。哎，你去桥边大槐树下等我，我去祭祀堂把人接出来。都听你了，兵爷。嗯。算过了。哎，算过了。小哥，哎，令堂发黑，六神无主，是不是在找人呐？你咋知道俺来找人了？来，西瓜。啊，先生，俺找俺哥，俺叫陈氏，俺哥叫陈秋。找谁也得先起卦呀。哎，不是，给俺长得可像了，你见过吗？我在这儿历时3年了，没见过你这号的。哎，给俺看看呗。不用看，没见过。这办法呢也不是没有，有办法。啥办法？我这寻人问卦，算吉凶，看福祸。哎，我手拿把掐。你寻人不见，这是内因；遇到了我，这是外合，这是内因外合的缘分呐！来，起卦啊！好，这要钱不？氪金10文。俺没钱。卦不走空，机不轻船。没钱，小哥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。这干什么？等什么？反正俺就是来等人了。那你等人，你不能在这儿等，影响我做生意呀。生意？啊？哪儿了？哪儿了？哪儿了？没事吧？啊，我来，我给你看看。
你给你看看啊啊！疼不疼？回来，哎呦，小哥有两下子啊！俺跟村里经常帮叔们收门案啊，咋样？中不中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就在这儿等啊，这随便等多久？成，使点劲儿。哪儿这么多人呀？骗子，这什么本事都没有，弄些怪力乱神的，借着妖猫的幌子，这花些贵妇骗人。妖猫？没听过啊？刚进城确实没听过。妖猫这事儿啊，说起来还蛮吓人的。啊？在咱们神都啊。这妖猫这事儿传了有好几年了，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情。有人呢走着走着，他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月黑风高，一个人在那儿走着，走，感觉身后有人，一回头。一个人也没有。突然，妖猫出现的人，他真是人啊！这妖猫啊！吃人是连皮带骨头，吃完之后站了起来，幻化成被他吃掉的人的样子。看月亮，月亮，乌云慢慢的散开，突然回到花间大了然！太吓人了！别讲了，别讲了，太吓人了！吓人就对了，不吓人他怎么骗你钱呢？请看此符啊！此符在身，妖猫不敢进你半步。所以，真的有妖猫啊？没有，怪事儿有，这妖怪应该是没有。不对啊，那不是同行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这是靠艺术，我靠艺术，你知道吗？靠艺术跟他这能相提并论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住。你这个神棍！这个神棍，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还敢骗人？咋了？别听他胡扯！干什么？全都是胡扯！你这是……哎，他动手了！别管！去看看，去看看！你个骗子！干嘛？你骗子！不能打人！不能打人！打人不能打人！你这徐宗旨的性命，难道都是儿戏吗？不能打人！这有事。俺叫陈氏。住手！干什么呢？没事吧？有别让我看到你！闹什么闹？闹什么闹？散了吧，散了吧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！走吧，走吧。是。行了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，回吧。别！啊！哎！三管我还没见识过，见识一下与世无补嘛。去不去的呢？我娘不让我信这些东西，我娘的不让我信这些，我不你别动！你干什么呀？我娘怎么说？我信我自己，不去。不管怎么说，算一话没坏处。我。袁先生，袁先生。这背篓谁的？他人呢？滚！
哎，这文书是咋回事啊？那是海捕文书，你被批捕了。啊？为啥呀？不是没啥事儿了吗？恐怕是被人拿来顶罪了。顶罪？海捕文书上说，神都出了一起妖猫杀人案，而你恰好和那只猫同时出现，所以被人当成了推诿的理由。不是，阿姨，没干坏事啊，和俺没关系啊。再说，大栗子咋可能是妖猫了？我当然是知道了，你和那只猫都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。但现在海捕文书一发，如今之计，要不出神都避2天。出神都？嗯。唉，就差一步啊！我就跟你说这大师灵吧。中原文化真是深不可测，莫名其妙啊！哎，那个袁大师说陈实被咱们的人给抓走了，赶紧回去看看，万一让人抢先了呢？哎，对，有道理啊！你让俺离开神都啊？啊？为啥呀？俺也没杀人，和俺又没关系。万一俺真走了，那不真成犯人了？林爷，你不是说俺被你接手了吗？事态不忠，你带俺回大理寺，咱把话说清楚。我？暂时不行。你也不行啊？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？我当然不是。是暂时不太方便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就得尽快把这个案子给查明白了。那俺就不走了，要查咱一块查。来，妮儿，这大理寺身份黑白了点也不能冤枉人。再说，你还答应俺，别让妮儿找家了。真不打算离开神都？行，那就先把他送回家，然后开始查。我就跟你说这大师灵吧。中原文化真是深不可测，莫名其妙啊！哎，那个袁大师说陈实被咱们的人给抓走了，赶紧回去看看，万一让人抢先了呢？哎，对，有道理啊！去哪儿啊？陈实呢？是不是被抓住了？天豪，你想破案想疯了吧？在这想着捡便宜呢。正好，今儿有个大便宜来了，少卿大人有请啊！好，不信这边。就知道你想跑，往哪儿走啊？走错了。哦，这是对的。走，快点。真不打算离开神都？那就先把他送回家，然后开始查案。有3件事我得跟你，还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环，吴小环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不是哑巴，你会说话呀？你才是哑巴呢，我不哑，只是少哭少说话，就能少挨他们打。小环，陈实。第一件事啊，咱们是暗中行动，凡事低调。中，啥是低调？就是不要引人注意。中。第2件事，凡事听我的。中。第3呢？第3件事就是记住第2件事和第1件事。都中。听大哥哥的。那大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呀？现在。那咱走吧，走。哎，等等。你得换身衣服。啊？少卿大人，人已经带来了。参见少卿大人。不知大人找我们来有何吩咐啊？之前妖猫杀人案，
我处理的太过草率了。大人的意思是，这个案子跟我们没有关系了，是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之前处理的太过简单，给你们的支持不够。既然要让你们查，就让你们好好查。我想过了，自今日起，大理寺的人力物力皆由明镜堂支配。是。你们一定要正经查，认真查。3日为限，务必给我一个结果。说什么啊？什么？是上官少卿大人。把身子直起来啊！光明正大的走啊！兵爷，您不是说低调吗？恁没事，可俺挂到墙上，到时候被发现了，那可咋办？他们不会认出你来的。为啥呀？因为你穿着这身衣服。嗯。寻常人不会记住官差长什么样子，面对那些官差，他们的眼神都会有所闪避。哎，不信你看。哎，咋会这样啊？因为你代表的是法，代表约束和制裁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兵爷，你咋知道小环的家搁哪儿了呀？小环，波浪鼓借给哥哥看看。这是我阿爹送我的，你小心点。好。寻常波浪鼓一般是牛羊皮制成的，而这只是马皮。一般做波浪鼓的哪能搞来马皮啊？想必挨着车马行。这上面的颜料虽然开始脱落，但不难看出，不是寻常的水墨，而是戏班子里画脸的油彩。在神都，又要做波浪鼓，周围还有车马行和戏班子，只有一个地方，修理坊。其余的就要看小花还记得多少了，有没有什么相熟的街坊？大哥哥，你真厉害！兵爷这叫能观察，看别人看不到了，还有就是脑子好。只不过是对得起这身衣服罢了。走吧。哎。这里我好像很熟，我记得这儿。老板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大理寺办事，你看看这个小姑娘，你认不认识？你们可不能这么说，这要是让我婆娘听到了，她会误会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是本本分分的，怎么可能在外面有个孩子呢？我让你看，自然有看的道理。张伯伯，小环，你知道他的名儿？兵爷，咱找着了。小环找到了，找着了。只可惜老顾被妖怪给吃了。被妖怪吃了？就在前几天，妖猫杀人，1个月后遇着妖猫，人挂在朱雀门上就死了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不就是一团雾吗？过，好。老顾是这个虞后的车夫。老顾，
一起被妖怪给吃掉了。这世上哪有什么妖怪啊？肯定是人犯的案。怎么没有啊？你们大理寺都说有的，官府认了的呀。你说什么？3年前，神都的好多人不明不白的就不见了，死活都不知道。官府也不上心，老顾这些丢了亲人的，一起闹到官府去要说法。可是这案子到现在都没有影。后来，朝廷找了个法师。据说这法师神通广大，凭空一剑就把那妖猫从天上给射了下来。自从这法师做法以后，确实再没有人失踪了。大理寺即妖猫吃人结了案。大理寺真的是以妖猫案结案？所以啊，这位官爷，不管别人说有没有妖怪，您无论如何总得承认有妖怪吧。只可惜那老顾一家，自从小环走失以后，老顾成日里就拿着这些画像，到处问小环的下落。这位小兄弟，您看，您有没有见过这孩子呀？没有。小环他娘整日盼着女儿回来，就在这巷子口看，眼睛都要看坏了。结果就盼来个女儿被妖猫吃了的消息。小环他娘就病重不起，没多久人就不行了。剩下老顾一个人孤零零的熬着。一得闲呢，他就拿着画像去街上找。可怜的老顾，到死都没能够见上女儿一面，也不知道这小环还活着。爹，来，小环，来，坐这儿。小环啊，还记得张伯伯不？你这拨浪鼓上面的油彩，还是我找人给你画上去的呢。张伯伯，哎，乖。二位官爷啊，这老顾啊，在我这儿做工很多年了，我们就跟亲人一样。我和我婆娘啊，也是无儿无女，要不然，你们把小环交给我们吧。张伯伯，我爹呢？小环啊，你爹他出远门了，很远。不过你爹出门的时候啊，交代我了，要是小环回来了，就让小环乖乖的听张伯伯、张伯母的话，好好的吃饭。等你长到像张伯伯这么高的时候啊，你爹就会回来看你了。大哥哥。怎么了，小环？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带我找到了我爹。我原来以为大理寺从不欠人，但是大理寺欠小环的，欠他爹娘的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给你们个交代。小环，你记住了啊，以后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可以来大理寺找我的，记住没有？哎，小环，还有俺嘞，走，去玩吧，去玩吧。哎呀，没想到小环的身世竟然是这样的，爹，你说咱现在这是查案？哦，对了，斌爷，你刚才开始那脸色就怪吓人了。不管是为了小环还是为了你，我都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。哎，等等。
冰爷，俺信你。你和那些胡乱点案的人都不一样，你愿意替俺办事儿，愿意替小环他爹讨公道，你脑子好使，你说能，你就一定能。你这个人呢，为人太清醒，又过于善良，以后在神都要吃亏的。俺知道了。你说，一个人在桥上就那么懵了，又突然出现在老远的城门上，不是妖怪，咋能做到了呀？大概是被妖怪迷住了。啊？你说啥？这些所谓妖怪，不过是障眼法，不仅在眼前，更在心里。人心里一旦有了妖怪，便会被妖怪迷住，怎么也看不清真相。说出来不稀奇，但是不说出来，便会玄之又玄。在这里出现的所谓妖怪，就算再怎么匪夷所思，也是一个道理。哦，冰爷，那你知道咋回事了？将军，此处已经勘验多次，并无甚发现，将军为何还要来此？说是要查，多少得装装样子吧。将军和尚书大人定了3日之约，可有什么是属下可以效劳的？这3日之约是给大理寺和上官琴准备的，只要他们3日内破不了，就等于是我赢。如今已经过去10日了，无非再多等3日。我赌他们破不了。将军说的极是。到时候那个少卿，由你来做。多谢将军。不用谢我，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。那也要谢将军的举荐。别，有俩人过来了。将军，好像是大理寺的人。去看看。是。照我说的做。好。先让他们站住。站住！问他们什么人？来者何人？此乃左京武卫邱将军，我乃长史来仲书，你们可是大理寺的人啊？继续。此处乃要案事发之地，大理寺正行勘察之务，旁人勿入，请回。尔等。请回。来仲书，我们走。是。爹，俺刚才是不是？没事。刚才有个人认识，得回避一下。哎，你早说，俺就让你先跑了，俺在前面挡着多好。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，若是贸然转身，反倒是会引起怀疑。所以我才让你喝退他们。也对。冰爷，刚才你的眼……我眼睛没事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你胆量怎么样？俺胆量好着了。这2个大理寺的人确实是有些无礼。撑不了多久，随他们吧。也是，自打3年前的事之后，大理寺确实误人了。属下唐突了。
回来了。这么走比较近。哦。哎，等等，等等。这是啥呀？近道啊。哎，别！里面很黑，跟住了。三娘啊，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。慢点。你不是说自己胆量挺大的吗？不是，别，你谁知道你会带我来这儿啊？看完了案发现场，当然得看一下受害人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要不然钻回去。俺又没做亏心事，俺不怕。趁现在没人，赶快！真棒！你能不跟个尾巴似的跟我屁股后边吗？干嘛非得来这种地方？少卿让咱们认真查案呢，你不得认真走个流程吗？你怎么不让他俩来啊？你说你个武职，整天求神怕鬼，你就是欠练了，给你个机会，好好练练胆儿。哎，白爷，二位爷少见了。哎呦，嘿，我们这不也是赶鸭子上架吗？平常能来这儿的案子，也轮不着我们呢。真是妖魔干的吗？这我哪敢说呀？啊！不过这事儿啊，有点邪性啊。那身上真有那个爪牙撕扯的伤口啊，也有很多人为的痕迹，应该是受到过虐待。这身体的骨骼脏腑全都碎裂了，那叫一个惨呐！这明显的是高空坠落所致。至于你问是不是妖猫所为啊？哎呦，你慢点，哎，慢点。这事儿得你们自己去看看吧，看看吧。你去，你先。是，我练练胆儿去。
走吧。孙豹，你也太丢人了，真丢不起这个人呐！你就晕倒了啊？对，太吓人了。不就是个死人，有什么好吓人的？还能爬起来不成？你怕什么呀？那不就是因为死人坐起来才吓人吗？活人，单纯的死人我就不害怕了。肯定是胡四干的，故意寒碜我们的，肯定是他。说谁呢？说谁呢？在这背后天天议论别人，说小话呢。哎，听说你晕了，你没吓着吧？胡四，大家好歹同僚一场，你把尸体摆成那个样子吓唬我们有意思吗？哎，你可别在这血口喷人啊！我可没干这事儿。我估计啊，就是这死者泉下有知，知道是你们几个接了这案子，那昭雪有望啊，说不准啊，人爬起来看看也不一定。哎，这案子吧，它就是很妖，不然也轮不到你们几个来破嘛。正好在门口了，就把这几个卷宗给带进去吧。我善意的提醒一下二位啊，如今已经掌灯了，还有不到2天，这全大理寺上下都指望这几位呢。什么意思啊你？鼓励呗。有什么吩咐，你们尽管提，啊！哎，咋能黑了？别，那个揪了东西还有没了？不太味儿了这。啊，别，你再先揪这个呀。怎么了？进口怪进口，怪奇怪了，一股腥血味儿。哎，再想想，猫才喜欢这个。你咋了，别？嚼习惯了。哦，对，刚才查的咋样了？那扎眼法咋弄的呀？那个凶手啊，戏做的还真挺足的。且不说障眼法，咱们先列问题。列问题？啊，破案情就是破题，所有的案子都是由无数的问题组成的，把问题解决了，案子自然也就破了。妖猫，妖，一般是说用妖术来迷惑世人。被妖怪给吃了。被妖怪吃了，杀人并抛尸。如何做到的？猫，尸体上明显有被野兽撕裂过的痕迹，这并非是人为，有可能是障眼法，但猫是什么？而且这一切问题的前提，为什么是妖猫呢？他又绕回来了。这个世界上奇怪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是我相信是没有妖怪的。3年间现世2次。3年前，神都的好多人不明不白的就不见了。后来朝廷找了个法师，自从这法师做法以后，确实再没有人失踪了。想要搞清楚3年后的妖猫，那就得先搞清楚3年前的妖猫。俺听他们说，神都一直都有妖猫的传说，有人吃人、杀人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至少在我离开神都之前是没有的。
嗯，你不是刚来真都吗？你从哪儿听说的？啊，大树底下。哪棵大树？就是俺在附近等你的时候，树底下有个算命先生跟俺说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俺背篓还在摊那儿了呀。嗯，坏了，啊！别！这都是跟妖猫案有关的？对。这怎么这么多呀？死者是虞侯，人情复杂，不能有异。牢里还有27个借着妖猫案遭事曾风头的神棍等着去审呢。阿里巴巴，你怎么了？力不从心，难以为继了。抱歉。没事，在你身边已经习惯了。这么多头绪，2天可怎么破呀？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在此。收摊了啊！收摊了！哎，让杨八啊，今儿我生意不好，成堆的符散不出去，你收了吧。这个当厕纸呢，窄了点儿。我收。收了，收了。完了，给钱啊！提前你不是拿我7寸了吗？朋友，同行。你至于你让我为难吗？还同行，亏你说得出口。今儿我摊上捣乱那位也是你指使的吧？赔钱！哟，我跟他根本不认识，他是被缉拿的犯人。再说了，他已经被拿下了，要赔钱，找大理寺赔钱。我正好要找大理寺的呢，你把他叫来。谁要找大理寺的人？嗯，官爷。有事儿吗？有事儿吗？你不是在找事儿吗？我没事。降妖神符啊，降什么药啊？妖猫。既然和妖猫有关，随我回大理寺走一趟。哎呀，不是官爷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他的。你们聊啊。这跟我真没关系。是他的，这个人见过吗？别急着收摊儿啊，聊聊吧。这个人我真的不认识。见过。萍水相逢，下场的时候就在这儿坐了一会儿。我跟大理寺、明镜堂、孙豹、鲍五爷有交情，2人前后脚，不信你去问他。不用说这么多，我问你答。了然。哎，别回头，我同僚。你还怕我跑啊？我不会跑。我问，你答。既然做这一行，应该消息挺多的吧？太君，那3年前的妖猫，具体什么情况？那要从3年前说起。当时啊，神都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事件，很多人莫名其妙失踪了。当时官府给定案。3年前就有妖猫案，大理寺居然这么定的案。3年前，神都不断有人失踪，游夫走卒、妙龄女子、耄耋之年的老人，甚至还失踪了一个戏班子。最终，大理寺就是以妖猫定的案。
3年前你在哪儿？刚打完仗，在神都做捕快啊。我身在故乡。在太学读书。 3年前我还跟着我爹在扬州卖布呢。感情整个大理寺就咱们4个傻瓜被蒙在鼓里啊。3年前大理寺自己就用妖猫结的案，就等于坐实了有妖怪的说法。那这案子还怎么破？哎，这个锅咱们几个人可背结实了，把整个大理寺都背上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官府有意息事宁人，但这3年也没有案子再发生啊。妖猫的说辞时至如今，反而甚嚣尘上了。说起来呀，还得说那帮神棍，哎呦，危言耸听，成天在那招摇撞骗。那缺德的人呢，还挑人家伤心的事儿戳。这本来就是坊间传言哦，小打小闹。还得说10天前又死了一个人。哎呦，这帮神棍那是又抓到了机会啊，夸大其词，又想发一笔不义之财啊。这妖猫的事儿才又被大家提了出来。这2桩妖猫案之间必有联系。就因为这2桩妖猫案必有联系，所以才没法破。除非你抓个妖怪出来，否则这案子就没法结。你上哪儿捉妖怪去？可也不一定是妖怪啊。不一定是妖怪，那你就连3年前的案子一块儿破了。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是打我们自己的脸，打整个大理寺的脸。就咱们几个人呐，也配？呸！咱们就配呀，就配背锅，还越背越结实。要不，干脆就别干了。不干了啊！之前咱们几个考核不过，最坏也就是个扫地出门。现在是什么局面？是把咱们几个人硬怼到尚书大人和邱庆之的对立面。你说不干了？你知道什么叫抗命吗？什么叫渎职吗？什么叫欺君罔上？什么叫兴沈之灾？呜呼哀哉！呜呼哀哉！对了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孙豹，还有那几个人，是明镜堂的人。是啊，是几个好人。好人他不顶事儿啊！当年明镜堂那是何等声誉。我没说大理寺不顶事儿啊，你不要误会。要真如你所说的，大理寺确实不顶事儿。大不了我还回去做捕快。哎，大不了我就回国。退而教书育人，不失为良策。哎，合着你们几个都有退路是吧？就玩我一个人呗？哎，我回国可以带着你啊。到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肯定有人在盯着我们呢。胡四啊！哎，怎么办？嘘。怎么了？参汤老母鸡汤，翠花楼的招牌菜，蜀一居的点心，按照菜牌每样1份，你听懂了吗？你使唤谁呢你？你以为你是上官大人呢？我就使唤你了。我们工作很累的，需要补一。照办。是。大人，那咱就真由着他们几个这么做啊？由着吧，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那大人，咱们就这么等着呀？这案子也不是想破就能破的。哎，万一那邱庆之真把人塞到大理寺来了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您还有什么要问的？你再帮我个忙。帮，必须帮。去趟大理寺，传个话，领个赏。领赏？多问一句啊，您就是大理寺的人，为何还要我去传话呀？我的确是大理寺的人，
不过是以前的大理寺，不是现在的大理寺。了然。大人，这是……你就别装糊涂了。大理寺卿的印信。这封印丢失了3年。如今才改出了一方新的。大理寺执掌天下刑狱，大理寺卿的位置，担纲权柄更是重中之重，总不能由1、2个少卿一直在顶着呀，这个位置不能一直空着。既然印已重铸，便应有掌印之人。